轩，中国电动车又出事，这次出事的画面哦，我吓傻了。这在广州哦，原本只是一台车而已，就赶快去灭火啊，就不得了，哇，整个连环烧，还有火球了。最爱提玩火的国家，果然也最爱玩火。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就在广州啊，中国的电动车又玩火了，整个烧起来。它原本在一个停车场。它其实不是电动车先烧，是原本有一台化油车哦，它那个应该是漏油啊，还是怎样？整个油漏出来之后呢，刚好有这个天干物燥，小心火烛，烧起来。烧起来之后呢，开始风一吹啊，我们讲了，是刚好波及到旁边的电动车，所以变成是火烧连环车，所以等于是一台烂车子、老旧车烧起来之后，来你会看到它是用爆的哦，为什么会用爆的？一般的汽车不会这样子哦，对，代表说它用到它的电池。所以用到电池之后，你也知道电动车的尿性嘛。大概2-3分钟之后呢，那规条电池就崩啊，崩啊，在小边啊。所以你如果有听声音的话，旁边的民众那边尖叫什么？这个是蹦蹦蹦一直来的。对，因为会吓一跳。新能源车哦，这个画面更加惊悚。如果是刚才这个还没吓到你的话，这是一台白色的轿车。对，它是不知名厂牌的这种新能源车。那你就突然看到停下来之后呢，很奇怪，有没有看到有闪一下？结果干嘛呢？他的爸爸从驾驶座走下来。结果他的小朋友呢，也从这个驾驶座赶快走下来。你看哦，然后原本啊，他的家里应该是长辈还大佬，还不知道事情状况，还想要回头去，所以呢，他把他小孩子拉下来的时候，本来小孩子还在那边玩，还在那边车子旁边跳，结果呢，大概只有1分钟的时间，烧起来了，整台车就烧起来。所以他们说，现在电动车是怎么回事啊？是给人1分钟跑路，是不是？但另外一个最近中国很火的，你知道什么吗？哪吒，哪吒不是出第2集了吗？挺好看的，哪吒，这就是哪吒的车子啊。果不其然叫哪吒，为什么？它有风火轮。你看风火轮，开始烧起来，地盘哪有这样子？它的底盘起火之后烧成这个样子。我跟你讲，他不会赔你钱的啦，你知道为什么吗？早就跟你讲，它就是哪吒汽车了嘛，开一开就有风火轮。其实不是啦，是因为哪吒已经倒掉了哈，所以呢你也找不到寻无此人，没有办法帮你赔钱。然后那个火舌直接在那边喷，甚至是有人在路边我跟你讲，这个更奇景。你看你不讲你还以为他们萤火晚会，为什么？你知道？因为看到那个小朋友一直跳，你会看到刚那个很高兴的那个小朋友在旁边一直跳。他为什么要一直在那边跳？他还以为说哇，爸爸烧车子给我玩，爸爸烧车子给我看，结果后来发现根本不是是他开到一半之后，他跟他太太下来，然后东西都还没有拿。你看小朋友还在那边跳，开到一半就烧成这样。对啊，那他只能赶快跑啊，大概都只有1分钟啊。赵和，你看看这台车到底是一台车，还是2台车，还是连结车，还是小货车变成2半？他就撞到而已哦。我真的讲，我在台湾真的看日系车、看欧洲车，没有看到这种怪事，这裂开你看它前面跟后面那个其实都还蛮完整的，它的那个凹道我之前凹道也被人家清过，它就只是凸起来而已，就鬼呆家那比亏啊，1刀2断磨光剑，就这样断掉，怎么会这种怪事？然后还没有起火，那车门还可以开哦，就他车子断了之后，他的驾驶还从车门走下来，我说。真好，一台车变2台了，赚到！一台车变2台，很赚嘛，买1送1。江西景德有一台汽车更离谱，他本来是开车子我都怀疑他是不是失控，因为这看起来不太像县中事件。就他开一开之后呢，莫名其妙这个广场里面，我怀疑他开自驾，你知道吗？然后呢，他就没有辨识到，突然间瞬间就直接加速，蹦一个就直接把4-5个人这样子给撞上去了。那甚至你讲现场还有一大堆什么我们讲电动机车啦，有的没的车子啊，突然间然后你看有没有一个人前方还卡在那边，还倒在那个车子旁边那边哀嚎。另外在广州也一样。突然间有一台轿车本来没呆没急啊，他开好好的，他们在马路上呢，突然间也是一模一样。本来你看路边的人行道多么的安宁，然后还有人这个我们讲出来倒垃圾的这个阿姨啊，就突然间他就加速之后，他从远方直冲过来之后，把沿路的机车先给撞倒之后，我跟你讲那画面超级可怕，对，砰一个，他就直接顺便把所有人整个人行道的人全部都往旁边扫，就扫到底部去。就直接这样撞下来，那你本来他们，我想这个是根本猝不及防，为什么？因为那个时间点他们本来想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没想1秒2秒，你看这多快，对，1秒钟之间瞬间人就这样被扫进去了。所以你知道吗？在中国这种电动车良莠不齐啊，甚至是常常出问题这种状况之下，变成是一个不定时炸弹，而这个炸弹只是看它何时引爆。瑞哥，中国的电动车我们都知道，真的很烂，没想到烂成这个样子。新国标上路之后，
真的能够解决吗？杭州的公安接获民众的报案是什么呢？在这个马路的正中间有一辆车突然间停在那个地方，不过他车子停在那个地方，但是他的驾驶座没有人，他的副驾坐了一个人。那驾驶座没有人，那副驾坐了一个人，到底是搞什么鬼啊？所以后来呢，那么杭州的公安来了以后呢，就啪啪啪叫这个叫醒这个副驾驶座的，那发现它是一个电动车，然后呢，它启动了这个所谓的自驾功能。对，那么因为中国的自驾功能，它的电动车因为发生太多撞死人，还是自己去撞东西的、撞车子的事件嘛，所以其实中国的电动车后来它现在有规定哦，你的手要放在方向盘上面。如果你的手离开了方向盘，它会警告啊，它会就叫，好会叫，会有警报声嘛。那紧接而来，如果你有发现了，那么你在呼呼大睡了，你根本就这个自动驾驶，你要呼呼大睡等等啊，它甚至于会关掉你的自动巡航的功能，还有。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就直接这一辆所谓的智慧的这个电动车自己报警，就是说我这辆车自己报警啊，我这辆车对不对违规啦？对，我这辆车违规啊，这驾驶做非法危险的驾驶啊，让他这个自动驾驶等等，他设了那么多个，可是这个杭州公安发现一件事，这一辆电动车呢。他自己本身，他不知道什么缘故，他是自己已经跑了一段时间，跑了大概20几分钟了。他自驾了20几分钟，而且驾驶座没有人，副驾坐了一个原来已经喝醉酒，喝到不省人事。后来把他叫起来以后，他们发现一件事，在他的方向盘上面，对，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粘在他的方向盘上面。这个什么东西啊？这方向盘上面粘了一个什么东西啊？原来这个就是所谓的智慧驾驶神器，自驾神器，就是它粘在那个方向盘上面。有这种智慧自驾神器？对，没有错，自驾神器耶。为什么？你只要花大概124块钱的人民币到169块钱的人民币不等，你把它把它包在这个方向盘上面，会发生什么事啊？它会欺骗这个电动车呢，它的相关的警告、报警跟遮断的巡航的系统。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我在猜哦，一定是电动车自己本身内部的工程师自己发明出来的、研究出来的。因为呢，他一定是研究这个相关的这个防范你这个这个自己让这个自驾功能啊，但是呢，他知道有这个漏洞。那这个东西到处都有卖啊，甚至在直播的那个相关的那个直播主都在卖。不过他们都叫做方向盘的装饰环，那么打着说防静电、防什么，事实上摆明了就是那么用来你装在这个电动车上面，它就可以骗掉遮蔽掉所有的防患警告系统啊，那就让你就可以直接自动驾驶直接睡觉。不过央视的记者也去买了一个。央视的记者呢就买了一个实测嘛，对，实测电动车，我装了以后呢会怎么样？你知道会怎么样吗？发生什么事？这个东西啊，确实你手放掉，那么车子就真的走。他发现那个荧幕上面啊，就把你那个什么警告系统全部都遮蔽掉，然后呢，他就自己走了，他就是自己自动驾驶了。但是千万要小心，他看到红灯的时候呢，他就飞快的直接冲过去。不有没有搞错啊？他没办法辨识红灯，遇到红灯他冲过去呀。遇到红灯冲过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电动车自动驾驶都不知道为什么没办法解决事，就是有这种障碍物的时候，它也撞上去。有这种障碍物的时候，如果你让它自动驾驶，你在睡觉做别的事情，对不对？它没有办法分辨，它就撞上去了。有够烂的，对，所以这套系统神器变成撞车神器。这一套系统市场非常非常的危险，但问题是现在全中国都在卖，全中国大陆大家都在卖，都在卖这东西啊。所以呢，那么他们也很小心哦，他们会。你来买的时候，他们会问你说买要干嘛，你知道吗？他会说，我们强调哦，这个是等于说这个是防静电的方向盘的这个相关的装饰环哦，我们不可以挪为他用。事实上大家都心知肚明，就是搞这个鬼嘛。那其实那么在中国，那么中国大陆呢，这种电动车发生的这种事情不是太多了。为什么呢？因为呢，就在这个等于说中国呢，直接发生那么。华为的相关的这个电动车，直接把过马路、横越马路的老人直接砰就撞上去了。照理来讲，电动车都装很多的 monitor， 很多的监视器，那么它应该在很远的地方就测出有异物靠近嘛。对，那这时候你应该踩刹车，不是，他就撞上去了。撞上去以后呢，就把这个老人家呢直接给撞死了。
那还有在浙江的一个等于说池塘啊，一个养鱼的养殖场旁边。对那么这位车主，你看最帅是什么？我们常常看到自动倒车、自动停车，对不对？对我就用帅死了自动停车，然后就把我停下去嘛。各位仔细看哦，他下车了，他要自动停车了。但你要知道，自动停车功能是要能够监测你的，对旁边360度，它自动停车，你要去哪它就下去了，它就下去了。然后旁边的车主说：“我按自动停车，你怎么开到这个池塘去？”旁边还在那边钓鱼没有错，他吓死因了。为开到池塘去以后，他被哭对吧？他们起不来啊，他那个轮胎全部卡死在那个地方，他就起不来啊。那怎么办呢？最后的结果就是花了一笔钱去请吊车，把这辆车子给吊上来啊。你要让它自动停车，就最后搞成这样。还有自动停车功能不是像你想象中这样。有一个女孩子要去露营，就开着她的这个相关的 SUV 小米这个电动车啊，结果呢自动停车的结果，那辆车竟然自己往下面砰的就下去了，差一点撞到其他要去露营的车主。所以呢，中国电动车问题一箩筐啊。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